生逢灾年，台六爷一家更是厄运不断。台家村老少活命艰难，吃傻了3年的奶团子，乃是修炼300年后的四叶草转世。从此，水草都没一根的河里捞到了鱼，树叶都撸干净的山上打到了野鸡。都不活了，逼死人了！老天爷，你快睁眼看看吧，人家又为了一个傻子，要逼死我们一家了！我打死你个瞎眼的！你不知道人家的傻子是个宝儿吗？你就是个嘎了爹的野种，没恶搞是老天爷开眼，你拿什么赔？不如嘎了得让，咱们娘俩一起嘎。小九媳妇儿，我家丫头是傻，但她不生不想自己玩，又碍着谁了？你家狗剩儿无缘无故把她推倒撞到头，就是坏了狼心。我们家没给你要金银药费，就要2斤粮食给丫头补补身体，你也要赖掉不成？你赔不起就说赔不起，这么撒泼是觉得我们家好欺负吗？小孩子一起玩闹，狗事儿也不是故意的，可怜我死了男人，婆婆也瘫在炕上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啊。但咱家里有粮食，狗事儿也不能饿得天天叫唤。孤儿寡母确实更惹人怜悯，外边看热闹的村人看在眼里，忍不住七嘴八舌劝起台老爷子。六叔啊，狗剩儿饿得脖子比麻杆都细了，家里恐怕真没吃的了。是啊，六叔，这几年日子不好过，人都饿嘎多少了。你家丫头出生就吃啥，但你们一家勒紧腰带饿肚子，也把她喂得白白胖胖，已经对得起她了。这次就是醒不过来，这丫头也不亏，别再折腾了，不值当啊。这是我们家的事，不需要你们费心，都散了吧。此事我会寻族长一起商量。狗剩儿娘苦了你，不敢吭声，扯了儿子哆哆嗦嗦走了。以后怎么赔偿是以后的事，躲过一日是一日。村人见台六爷当真火了，也有些讪讪，赶紧跟着散了。这时候一直坐在旁边的台三爷，也是台家一族的族长，终于开口说话了。老六啊，小九家怕是真赔不出粮食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先等半日，猪猪还不醒就卖地，得了银钱就带他去看大夫，什么都没有孩子重要，必须把猪猪救回来。爹，你们快来看啊，猪猪醒了。猪猪醒了，头还疼不疼？他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的人，把手凑到嘴边大大咬了一口。哎呀，猪猪不能咬，会疼啊，是不是饿了？娘马上给你做好吃的。扭头望向门口的弟妹刘东娘，也就是台继宗的媳妇儿，央求道：弟妹，隔壁三婶子家儿媳妇坐月子呢，肯定有鸡蛋，帮我借一个给猪猪蒸蛋羹。你跟三婶子说，我一定还。我本身一个四叶草，每天除了随风摇晃就是发呆。我终于长到300岁，成功下凡，我有手有脚，我是人间的宝宝了。突然，他的笑脸换成了满满的好奇和惊讶。这些人头顶的气团都是黑乎乎的颜色，这是霉运缠身，很快就要嘎了呀！他吓得扭着小脖子，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，最后趴在杨丽华怀里，伸出小胖手，努力在杨丽华头上挥了又挥。杨丽华惊奇地发现了闺女和往日不同，好像更灵动了。猪猪，你是不是好了？叫娘，叫一声娘。娘。猪猪好了，猪猪好了，猪猪好了，我妹妹活了。不，我妹妹不傻了。妹妹，我是你三哥呀，叫三哥，三哥，哥哥。全家都围着猪猪说个不停。要知道，猪猪从出生就像一个瓷娃娃，除了会吞咽，什么都不成。村里人人都劝说把猪猪扔了，可家里人谁也舍不得。苍天有眼，谁想到这次磕了一下，猪猪居然开窍了。猪猪啊，我是爷爷。台老爷子小心翼翼抱过小孙女，哽咽着，轻轻用胡子扎扎孙女的小脸。猪猪怕痒，咯咯笑起来。台继祖从老爹怀里抢过了闺女。猪猪啊，我是爹爹啊，以后好好长大，啥也不怕啊。这就是爹爹吗？这就是家吗？真好啊！他欢喜地抱了爹爹的脸，大大亲了一口，让台继祖激动的眼泪哗哗淌。还有我，猪猪，我是大哥啊。此时猪猪也注意到二哥头上的黑气比家里人都厉害，拉着哥哥的手摸摸自己的头。哥哥摸摸我的头，摸摸就会好了。我可是四叶草精啊，是最幸运的仔仔。妹妹，哥哥去给你捞鱼炖汤喝。还有我，四哥也要摸。好了，别吓到妹妹，家里这么多人，她还要认一段才能熟悉呢。台永禄和台永月嘿嘿干笑，然后忽扇着身上的破棉袄直接跑掉了。台三爷一直站在门外听热闹，刚才差点被2个小子撞个跟头。村外那条河，夏日里连虾米都捞没了，这冰天雪地的，去哪里捞鱼啊？这2个臭小子真是做白日梦呢。这几年天灾不断，家不但没有粮食收成，还倒欠衙门不少粮税。衙门来催的时候，有些人家里实在没办法，儿女猪羊甚至是婆娘都要卖出去，就是侥幸婆娘孩子能留下的，那一家子也是穷得叮当乱响。
还没等台三爷借机多骂几句天道不公的话，台永禄和台永月却端着一个破木盆，像被狗撵一样疯跑回来。爷爷，我们捞到鱼了，哈哈，好几条鱼。炖鱼汤，给妹妹炖鱼汤。这是从村外河里捞的。是啊，我们凿开一个冰窟窿，把赵离伸进去，一下就捞上这么多。我们还想捞，但三胖子他们眼红，抢了冰窟窿，还要抢我们的鱼，我们就赶紧端回来了。就是三胖子他们还在冰上趴着呢，冻嘎他们个混球。我去看看。结果他到了院子门口，正同大群村人撞个正着，人人都带了木盆，抄了家里的赵离。谁家听说袁伟都想跟着沾沾光啊！一时间村外的小河上密密麻麻都是村里人在凿窟窿下赵离。台永禄和台永月急得跳脚，生怕村里人把剩下的小鱼捞完了。罢了，别贪心，咱家已经有几条了，其余就让村里人捞吧。抱柴火，快点熬鱼汤，一会儿猪猪醒过来该饿了。难道是猪猪醒了，我们家跟着转运了？村外那条河多久没捞出东西来了？两个小子居然一去就有。吃傻了3年的猪猪突然好了，不仅在河里捞到了鱼，雪山里捡到了鸡蛋，就连树上都掏到了松子，紧跟着家里就好事不断。此时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在院子里烤着松子，有松子预热，突然炸开来，发出啪的一声脆响。娘，会爆炸！打你，让你吓唬我闺女，打死你！摸摸毛，没吓着，摸摸耳，吓一会儿。娘的猪宝儿胆子最大，什么也不怕。老爷子赶紧用烟袋锅敲开2个熟松子，把松子仁送到孙女嘴边。好香，好好吃。门外突然传出喊声：“爹开门啊，我回来了。”是三叔，三叔回来了。这俩小子最想他三叔了。他们啊，是想他三叔带回我好吃的。不知老三吃没吃饭？我去灶间把火烧起来。不用忙这些，他在城里厮混，怕是日日有酒有肉，看不起家里的窝头呢。这个时候，台永禄和台永月和一个男子走进来，男子20多岁的模样，这正是台家老三了，有着抱负大志向的台继业。爹，儿子回来看您了，您这几日身子好不好啊？有个地痞混混儿子，我好得了吗？台继业也不生气，毕竟被爹骂了这么多年，真是习惯了。转头就看见了额头受伤的小侄女。猪猪怎么了？谁欺负他了？猪猪正眨巴着大眼睛打量这个叔叔，小心眼里满满都是沮丧。这个叔叔头上的气也是黑色的，宝宝好难啊，要保护的人又多了一个。猪猪摔倒头了，但也清醒了，如今会说话了，不傻了。是吗？猪猪，我是三叔啊，叫三叔，三叔给你拿好吃的。说着赶紧把带回的包裹拿了出来，包裹里就看见2斤白米和1盒子绿豆糕，家里人都是惊喜，平日窝头能吃饱就不错了，过年时候都没熬上一顿白米粥啊，还有绿豆糕。老三怎么又花钱买这些？若是工钱有盈余，一定攒着置办聘礼。嫂子别惦记，等我以后发财了，娶媳妇简直太容易了。到时候我娶2个，一个帮你缝衣衫，一个帮二嫂做饭，你们就歇着，啥也不干。你不过是在城里替人家铺子牵线，收点皮子山货，能吃饱饭就不错了。发什么财？等开春就赶紧回家来，跟着你大哥种地，少整日做那个白日梦，游手好闲，不干正事。屯河卫的千户昨晚跟我一起赌钱，他们路可多了，以后保准有机会发财。众人下意识就要点头，但脑袋不等动就僵住了。台老爷子脸色冷得好像冻了霜似的。臭小子，家里人都要饿嘎了，你居然在外面赌钱。爹，我没赌钱，我就是在一边看个热闹。猪猪，等三叔再回来给你拿好吃的啊。话音落地，他已经跑出了院门。他一直惦记儿子，怕他在外胡混染上恶习，如今真是噩梦成真了。爹，别生气，继业是个脑子灵活的，肯定不会犯大错。是啊，爹，继业有大能耐，恐怕也是为了多结交几个朋友才这样。赌场里凑个热闹，不可能输什么大钱。是啊，爹，他就是想输银子，咱家也没有啊。爹，外面冷，我出去看看他。这个女孩乃是长了300岁的四叶草下凡，自带四叶草幸运属性，她想要什么就会跟着来什么。冷风几乎像刀子一样，瞬间刮了过来。台继业在外面冻得直打哆嗦，他狠狠拍了自己嘴巴一下。怎么就说漏嘴了，惹得老爹发火，否则在家里吃个饭睡一晚，明日再回城多好。大嫂，爹让我回去吗？爹正在气头上，怎么可能让你回去啊？大嫂，我真没赌钱，就是凑个热闹。人家上茅厕或者喝茶歇息的时候，我帮忙摸2把牌，赢了人家会给我点零碎银钱。你回去帮我跟爹说说，别让他老人家气坏了身子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放心，我回去会劝着爹的。其实爹也知道你不敢赌钱，
但不吓唬你几句，怕你以后惹大祸。这里有几十文钱，你留着急用，外边不好过就记得回家来，家里总有你一口饭吃。台基业下意识捏了一下荷包，鼻子有些泛酸。几十文钱不多，却不知道大嫂攒了多久。T 呜呜，太冷了，小肚子怎么也咕咕叫了起来。娘亲冻得脖子都紫了，身子也在微微发抖。猪猪好心疼，若是现在有一个又厚又暖和的棉袄，挡挡风就好了。突然，有2辆马车远远驶过，台基业看得心惊，扯了嫂子和侄女避让开。也不看看这是什么路，怎么能跑这么快？三弟，快帮忙救人！除了救下车夫，台基业帮着车夫一起把车厢抬起，从车厢里救出一个衣裙华丽、披着狐裘的妇人，一个3、4岁的男童和一个伺候的老婆子。把我常用的东西取过来，其余不用管。马匹也卸下来，咱们继续赶路。多谢你们帮忙了，一时着急，没有什么谢礼。若是你们不嫌弃，这马车和车里的零碎东西就送。车夫也套好了马，继续疯跑赶路。大嫂，你快看啊，这车里有不少好东西啊！你在这里等着，小心看守。我回去让你大哥、二哥他们来帮忙。杨丽华刚回到家就把事情说了一遍，全家人立刻都激动起来，齐齐望向老爷子。老大、老二和小子们把筐子背上，旁人见了就说去砍柴，找点吃的。若是有大件不好拿回来，就先埋在雪地里，晚上去取。是爹。幸好天气实在太冷，村里家家户户日子不好，但凡能在屋里猫着的，绝对不会出门，不会有人发现。台家悄无声息的居然发了一笔小财。还他娘，拿回的东西都能用吗？能，富贵人家就是富贵人家，冬日出门的准备都这么周全。车厢里是厚褥子、棉被、靠枕、铜炉子、10斤白米、5斤小米、1罐子肉松，想必是人家打算路上给孩子临时做点吃食准备的材料。这些被褥好暖和啊，比家里的厚多了，都是软软的棉花，娘亲可以做大袄了，穿得暖暖的。这被褥和靠枕加起来能拆出将近20斤棉花，我打算给家里人的袄裤都翻新一下，贴上这些好棉花。另外这些被面拆了也能改3件好衣衫。孩子爹和2弟、3弟都是常在外走动的，不好穿得太破旧。若是年花还有剩，就把爹的被子也换一下。我那被子够暖和，还是给永宁吧。这孩子夜里总冻得咳嗽，听话。你若是冻病了，家里还要请大夫抓药。3弟回城时候把这2样带去卖掉，得了银子，留着家里开春种壁花用。没问题，大嫂放心，这是交给我，保管能卖好价钱。这个小女孩自带4叶草幸运属性，呆萌傻狍子千里送上门，全村人也跟着沾光开荤吃大餐。次日，叔侄2个拖着大铜炉和半篓子银丝炭就进城了，找了个最大的当铺。不等进门，就差点同一个走出来的小管事碰到了一起。这炉子真不错，是要当掉吗？死当还是活当？哎呀，这位兄弟真是好眼光！你看看这雕花多精致，这黄铜也厚实，这可是1等1的好东西。你就是吹上天，这也就是个炭炉子，它也不是聚宝盆。若不是家里缺钱办事，我还真舍不得拉出来卖掉。掌柜的，生意来了。别啊，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们府里的嬷嬷不小心碰倒了小姐的炉子，怕小姐责罚，让我出来找个差不多的顶替。男的见你这个有7、8分相似，你就行个方便，把炉子卖我得了。你这么说话还差不多。最后小管事给开了17两银子的高价，外带那几斤炭也给了500文。哈哈，三叔太好了，发财了，咱家发财了。小点声，财不露白。爷俩人3两转就到了一个小巷口，巷口第一家开着门，隐约传出吆喝声，买定离手。开了，这就开了。台永安却从怀里抽出一个东西，在手心里拍了几下。你怎么还带了这个东西出来？出门前爷爷偷偷给我的，说你若是拿了银子要犯错，就让我拿这个打着你的腿。那个我就是惦记熟人，想进去打个招呼。走啊，三叔，爷爷交代要买100斤高粱米，再给妹妹买30个鸡蛋，然后就早点回家。走吧走吧。昨日台家老三卖完炭炉后，便从镇上买了100斤大米，包了30个鸡蛋，另外给老爹买了1袋烟丝。趁着今日高兴，台家决定吃一餐好的庆祝一番。今日难得，大铁锅里蒸了高粱米干饭，开锅时候水蒸气带出的香味，惹得守在门口的台永禄和台永月都是抻长了脖子。刘东娘手里抓着铲子盛出干饭，然后一人分了个半碗，2个小子就疯跑去寻哥哥一起分享了。猪猪抱着他的小碗，吃着婶子特意给他蒸的白米饭，晃着小脑袋，看看这个，瞄瞄那个，然后笑得咯咯有声。
家里人头上的灰气变得更淡了，等再过一段时日就会变成普通的白色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果然，俺就是个最幸运的崽儿。猪猪喜欢就多吃点儿，以后让你婶子经常给你做。这天太冷了，冻死了。你们家怎么吃的这么早？我家才刚烧火啊。那个我一会儿再来，没什么大事。哎，三哥，别客套，先吃饱了咱们再说话。家里最近走运，得了点好东西，也是难得吃一次干饭和鸡蛋酱台。三爷扫了一眼半满的饭盘，这才迟疑着动了筷子。全家人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真是好几年没吃过这么饱了。这干饭就是10成，不像稀粥喝了多少啊，肚子也没底，走路还咣当咣当响。家里确实也是很久没吃干饭了，你不来，我还犯愁让孩子怎么偷偷给你送点过去呢。说罢，他从荷包里拿出半袋烟丝。老六啊，你快跟我说说，家里得了什么好运？到了这又是干饭又是烟丝的，不弄明白我这心里不踏实啊。咱们是好人家，可不行走歪路啊。老爷子也没打算瞒着，简单同老哥说了几句。台三爷听的是惊呼连连，这可真是走了好运啊！不过就是搭把手就得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好事好事啊！原本想给猪猪治病，盘算着卖2亩地的，如今猪猪好了不说，怕是开春还能再买2亩良田回来。可不是嘛，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，日子就这样立刻就好起来了。爷爷，救命啊！门外有血！台六爷和台三爷也惊了一跳，拿上扫帚棍棒就往外走。结果刚到门口，韩老爷子等人就惊呆了，一只狍子歪头死在门口的大石头旁边，脑壳都撞扁了。这只傻狍子怎么自己撞死在门前了？不是村子没多大，消息一下就传开了，眨眼间几乎全村人都到了台家门口看热闹。这狍子虽说是死在你家门前，同旁人都没干系，但大伙都看见了。杜沾点说出去不好听，分肯定是要分，但不能白白分出去，否则养成伸手讨要的习惯，以后说不定闹得更难看。这样吧，村里30户，一家分1斤，但秋天的时候，每家要还我们家10斤高粱米，想换的就换，不想换也不强求。好，这法子好。大部分人立刻就嚷着要换，还粮食那是秋天的事了，先把肉吃到嘴再说。给村民分完肉后，白家也就只剩下20多斤肉和骨头内脏了。三哥明天继续过来，我们明天吃杂碎汤。好好好，哈哈。家里猪猪是小福星，说要吃肉，傻狍子就撞自家门上了，说要吃米贵人就把粮食送到家了。他说爷爷打猎会带肉回来，果然是满载而归。各家把肉拿回去后，不过3日也就油星都不见一点了。再看桌上恢复原样的清汤寡水，周老少爷们都恶性点边风，把目光望向了村子外的大山。老六啊，你在家呢？这些嘴馋的小子们又闹着我来给你添麻烦呢。你入过伍，大家都想让你带着上山打猎大家都是自己人，说什么添麻烦呢？三哥打猎是个好事，但这样的天气也很危险。若是真要进山，15、16人足够，全村30户人家肯定不能都去，所以出人不出粮，出粮不出人，得到的猎物平分，你说如何？正该这样，要是谁家出人又出粮，那份猎物的时候就分2倍。其余村民们在心里盘算着，算好似没吃亏，就纷纷嚷着应了下来。爷爷，打猎是什么呀？打猎就是找肉吃，吃肉，吃肉。猪猪在家安心等着，爷爷去给你带肉回来。爷爷带我一起去吧，我力气大，我给妹妹扛野猪回来。想去就去，到山上冷了饿了你别后悔就成。不后悔。第二天确定好人员后，准备好武器干粮，打猎的队伍就进山了。转眼3天过去，台三爷首先坐不住了，背着手在村口转悠。六叔，他们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山里雪大，会不会走迷路了？咱们要不要去迎一迎啊？嘿，说什么丧气话呢？六叔可是老猎手了，谁迷路他也不会迷路。哎呀，我就是说说而已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我不是也盼着猎队早点回来吗？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说着闲话，偶尔拌嘴2句，被台三爷一个眼刀子甩过去。都老实了，猪是不是想爷爷了？爷爷给你打猎去了，马上就带着肉回来了。爷爷会带很多肉回来的，很多。猪猜一猜，爷爷会带什么肉回来呢？是啊，猪猜一猜，猜对了有奖励哦。肉。哎呀，你们看，是不是猎队回来了？有可能啊，路边那里是缓坡，下山更省力。众人听完，欢喜喊叫着，疯跑迎了上去。老六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怎么样？
有没有人受伤？放心吧，三哥，满载而归，没白走一趟。哈哈，太好了！猪猪大哥给你带肉肉回来了，你看一头大野猪。车上装着一头野猪，还有2只狍子，几十只野兔和野鸡。前来迎接的村民瞬间沸腾起来。哎呀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有肉吃了！真是没白进山一次啊，这运气太好了。老六啊，这些东西怎么分？你可有安排？野猪是永完用棒子打死的，他出力最多，所以多分5斤肉。另外2柱子和莽子受了点小伤，每人多给2斤肉补补，其余的你看着分就成了。韩三爷赶紧点头，再看村里老少的脸色，好似有些心疼。都把你们的小心眼给我收起来，上山的人出力多，和受伤的人多分一点肉那是应该的，否则以后谁还去拼命？都在家里等着天上掉肉。我们都听三爷爷和六爷爷的，对，三伯和六叔说了算。台老爷子怕太血腥吓到孙女，于是就先把猪猪抱回家了。台六爷在家门口给孙子孙女们讲着上山打猎的稀奇事，收获了他们满眼崇拜的小星星。爷爷下次带我一起上山，我也要打野猪。还有我，咱家要天天有肉吃。米米还有米米，天天吃米米。哈哈，好，以后咱家天天吃肉，吃白米饭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辆马车停在了他家门口。台六爷好奇地看着车上走下来的老婆子，一头雾水，而猪猪却是激动了起来。米米点心来了，小丫头真是聪明，居然还认得我呢。老大哥，上次我家主子不小心翻了车，幸好你家儿子帮了把手，上次太急，这次夫人特意吩咐让我送2袋子米过来，算作正式的谢礼。老妹子太客气了，都是乡里乡亲，遇到事情的时候搭把手是应该的呀。再说先前马车里留下的吃用之物就足够了。哈哈，老哥，我们主家是书香门第，没有把丢弃之物当谢礼的习惯，要是传扬出去，名声就不要了，所以这2袋子米才是正经谢礼。太客气了，那老妹子稍等，我们家里还有一些野味，等我收拾一下做回礼，你也不要推迟了。不多时，韩六爷就抱着装着野兔、野鸡和狍子肉的筐子回来了。老婆子看着这一大块肉，真是惊讶。大哥，这老妹你也不要客气了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那多谢了，我得赶回去了。好，路上慢点。送走马车，老爷子愣愣看着孙女，突然心里跳得像打鼓一样咚咚响。家里不是转运了，而是有福星降临了呀。孙女醒来要补身体，所以孙子们在冰冻的河里打到了鱼，还在山上找到了鸟蛋。孙女心疼儿媳会冷，所以就有马车翻在路边找出一堆棉被垫子。孙女想吃肉狍子立刻撞嘎在门前。孙女说他们打猎会带着肉回来，结果当真就满载而归。最离谱的就是今日了，小孙女说要吃米，就有人来送白米做谢礼。呵，这闺女不一般啊。杨丽华等人不知道老爷子想了这么多，瞅着米袋子真是高兴极了。我们家猪猪以后可不缺细粮吃了，婶子天天给你熬肉粥。猪猪拍着小胖手，吧唧亲了婶子一口，哄得刘东娘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炖了。台祭祖见老爹一直望着闺女，有些心慌，小声问道：爹，猪猪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老爷子回过神，看看儿子儿媳，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了，毕竟一切都是猜测。猪猪这孩子是个有福气的，咱家要好好养。但猪猪平日如何，就算有点出格的地方，你们记得不要同任何人说，一句都不成。爹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看猪猪。杨丽华见丈夫脸色古怪，就拍了他一把，小声问起来。台祭祖简单说了2句，迅速把这些时日的事归纳一下。杨丽华自小聪慧，又是读过书的，她的闺女不一般，这孩子也许能预知凶险，甚至还是个福娃娃。这是他们的孩子，痴傻丫头也好，福娃娃也罢，都是他们一辈子要呵护要疼爱的宝贝。冬天风雪大，晚上几乎没人出门，一家人在堂屋里说着闲话，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。这大晚上的谁呀？六叔，我是隔壁张家村的张铁牛啊，今日在城里见到你家老三了，想着过来跟你说说。张家村进城也要路过台家村，这铁牛偶尔就会见到，很是熟悉。哎呀，是铁牛啊，赶紧进屋，这么冷的天，怎么还赶夜路呢？铁牛啊，你说在城里看见我家老三了？是啊，六叔，今日白天我担了2筐粗炭进城卖，想着换点粮食，结果走到一个小巷子的时候，我瞧着一个人鼻青脸肿，瘸着腿进了一个院子，特别像你家老三，我猜着他是不是受欺负了，所以就过来多嘴几句。台家人都是脸色不好，还是杨丽华反应快，问起那人他穿什么袄裤。张铁牛的描述确实同台基业走时穿的一样，应该没有认错人。铁牛啊，外边太黑，今晚就在这里住吧。不了，六叔，
我得赶紧回家去了，省得家里人惦记的睡不着。铁牛起身要走，老爷子喊着二媳装了2斤高粱米做谢礼。屋里重新恢复了安静，众人都看向老爷子。无论挨打，这人是不是继业，明日都要进城看看。这小子不争气，到底也是咱家的小子，不能不管。爹说的对，明早就进城。爹，我抱着猪猪也一起进城吧。家里如今有点余钱，我想让大夫给猪猪看看，别落下什么病根。好，趁这次好好给猪猪看看。爷爷带我一个吧，我保证不乱跑，保证看好妹妹，保证不惹祸。爷爷，还有我，我从来没进过城呢，爷爷带我开开眼。行，想去就去。若是不听话，以后就再也别想进城吧。太好了，进城了，进城了！太好了，进城了！一家人一早出发，总算在正午前赶到城里。最后终于按照张铁牛告诉的位置找到了城北一个破院子门前，但门拍了很久都没人应。爹，你们等一下，我翻墙进去看看，若是错了，咱们好好赔罪就是。没一会儿，台祭祖就在院子里喊了起来：“爹，你们快进来，老三受伤了。”众人都迎了进去。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不是说在城里混得好吗？就这样被人家打得像米狗一样。这是住的谁家？怎么不烧炕呢？还有请大夫看过伤了吗？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宅，他去外地做生意了，以后几个月都借给我住。我身上疼，没力气烧炕。杨丽华叹着气，赶紧张罗起来。台祭祖则出门请大夫去了。猪猪看着满头灰气的三叔，心疼的上前安慰：“猪猪呼呼，三叔不痛了。”猪猪不用吹了，三叔不疼。别像个娘们一样，有话就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谁把你打成这样？你爹我还没入土呢，还提得动棍子？爹，我真没做坏事呀，我就是像往常一样在场子里看热闹，结果场子里那几个打手就一直撺掇我下场。我说没有银子，他们就主动要借给我。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就赶紧跑出来了。但走到巷子的时候，不靠拿大恶狠会揍你一顿。你是说打你的人是赌场的？他们对旁人都没如此大方，就是一直撺掇我，一定要我借银钱，我不肯上当，才有了这顿打。这儿子我自己清楚，虽然不着调一些，但也有几分小聪明。此事8、9不离10，就是赌场那些打手做的。此事原因我得琢磨琢磨。不久，台祭祖带回了大夫，检查后好在只是皮外伤，送走了大夫。一家人简单吃了个饭，台六爷便一个人出门了，直至到了傍晚都没有回来。这个女孩本是长了300年的幸运草下凡，自带幸运功能。自从她来到家里，好运就不断。上集说到三叔自己在城里受伤了，和猪猪一起回家后，好运紧跟着他就来了。几个孩子无聊，就在院子里玩。外面好黑呀，会不会有妖怪吃娃娃呀？爷爷说了，世上没有妖怪的，都是大人瞎编出来吓小孩的。妹妹别怕，哥哥给你做灯笼，马上就不黑了。好啊，做灯笼。于是2个哥哥就在墙边寻了个破鞭子的铁桶，动了4、5个冰桶盒子，用灶间里引火的松明子点燃扔进去，普通的冰和桶子就变成了橘黄色的冰灯，瞬间破败的小院都添了几分美丽。哇，好漂亮呀，也不黑了。猪猪喜欢这冰灯？当然喜欢的。那三叔也帮猪猪做几个。好啊，三叔做大冰灯。孩子们最喜欢和三叔玩，有了三叔加入，整个院子没多久就放满了冰灯，院子也越来越美丽温馨。这位贵人在门口张望，不知有何贵干。大叔，你是住在这个院子吗？是啊，你们这是找人吗？我们就是一时好奇，方才我们小姐在绣楼上，望着这一处灯火点点，像繁星一样，很是漂亮，所以小姐就打发我们过来看看，到底是什么如此绚丽。老爷子听得有些懵，往院里看去，果然隐约有些亮光。随后请着管事和小厮进了门。管事进到院子没多久，便问起了冰灯的制作方法。台基业脑力灵，立马嗅到了赚钱的机会。不瞒这位贵人，这些冰灯看着简单，做起来也需要花费一些小心思。这里材料和用具都简陋，所以只是临时做几个照个亮罢了。不知贵人们这次过来是？没有套问出冰灯的制作法子，那管事道也没失望，只把自家小姐偶尔看见觉得有趣的话说了。我们小姐还有4日就过8岁的生辰，府里要办酒宴，正好主母犯愁，冬日苦寒，没什么美景赏。若是兄弟有空闲，不知能否多做几个新奇有趣的冰灯，待着明晚我再过来看看。这个若是当真不错的话，我就同主母进言，请你们布置花园，当然也不会少了你们的辛苦钱。不知贵府是？我们出自城东董家。原来如此，城农贵人看得起我们，明日精心再做几个，
到时候劳烦管事再走一趟了。管事见他们一家人如此，也是满意，又客套2句就离开了。爹，要发财了！方才那管事可是董家的人啊，董家是书香世家，城里数1数2的大户。最主要的是，董家重民生，平日就是找杂工做活计，都比一般人多给2成工钱。咱们能做这冰灯收入，一定很好。左右家里也没事，明日把你二哥找来，他手巧，一定能帮上忙。你们兄弟张罗吧，赚了银子够你娶个媳妇就成。猪猪，等三叔赚了银子，就给你买点心。好呀好呀，要兔兔，要花花。上集说到哥哥们和三叔给猪猪做冰灯笼玩，谁竟想到被城里的大户小姐喜欢，却意外给家里人带来挣钱的美差。次日一大早，全家到齐，连歇歇都来不及，立刻赶赴城外河边，挥舞镐头开采冰块。冰块回到院子便开始分工。台继宗自小就手巧，主要负责给冰块雕个漂亮的外形。台永安力气大，跟着爷爷和爹一起负责城里城外的运送冰块。而台永明聪明细心，跟着二叔打下手，帮忙给冰块染色。台永禄和台永月则负责跑腿递递工具。杨丽华桌子上画了不少花形和简单的小动物，给台继宗做参考。刘东娘负责烧水做饭，做好后勤支援。台继业则抱着小侄女，外加动着嘴皮子，随时做好协调。一家人其实也没想着一定要赚多少银子，但既然决定了，就齐心协力，所有心气都往一处使。天色暗下来之后，10几盏冰灯陆续点亮了。此时刚好昨天的管事也带着小厮过来了。小丫头，这是我们家里今日烤的点心，同你换冰灯好不好？娘，不得不说，台家众人很用心，也出力了。董管事走了一圈，全都看下来，满意至极。当场他就掏了5两银子做定金，把装扮花园的差事交给了台家。董大哥放心，我们家里必然尽心尽力把差事做好，绝对会让咱们小姐的生辰宴热热闹闹、体体面面的。那就好。忙碌的日子飞快，转眼间就到了闵家小姐生辰这日上午。闵管事防备着主家问话，索性请台家人一起去府里。刚过午后，就陆续有车马赶到闵府门前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来了足足110口。同外院1墙之隔的地方就是灶间了。台家几口嗅到香气，肚子就开始咕咕叫。猪猪躺在炕上睡着了。不一会儿，闵管事带了个小厮，拎着食盒走了进来。我特意让灶间蒸了蛋羹，没想到猪猪睡着了，那你们先吃，等他醒了再喂也好。多谢闵管事，猪猪这丫头劳烦您惦记了。举手之劳的小事罢了，倒是我该谢你们。外边天色已经暗了，冰灯都点亮了，所有来客都是赞不绝口，说不定我这差事也能得了主子的奖赏呢。说了几句话，他就去忙碌了，留下台家人赶紧打开食盒，真是很丰盛了。台继祖和杨丽华、台继业吃个精光。呜呜，娘，着火了，回家，猪猪要回家。奶团子紧紧抱了娘亲的脖子，胖乎乎的小身子一直在发抖。杨丽华心疼疯了，把闺女整个搂在怀里。猪猪不怕不怕，娘在呢，娘护着你。猪猪是不是演到了？快叫叫魂儿。估计是睡毛了。猪猪啊，三叔在呢，马上赚银子了，三叔给你买好吃的，不哭不哭啊。可平时乖巧的猪猪就是哄不好了，大眼睛里的泪珠子成双成对的往下掉，一直嚷着着火。台继祖凑上前想帮媳妇换手，抱一会儿闺女，猪猪却伸出小胖手，一直在她头上挥来挥去。爹爹的头上怎么又变成灰气了？不要不要不要，爹爹倒霉，灰气快走开。不会是家里着火了吧？着火了，烧了好多树树和花花。树树和花花？家里的破院子那边也没有树树和花花啊？难道是？台继祖猛然一抬头，正好同杨丽华的目光对在一处，夫妻俩心有灵犀，同时猜到了一种可能。赶紧去园子里看看，万一着火了，咱们就跟着倒霉了。台继祖顺手扯走了一头雾水的弟弟，直奔花园而去。